其實我們都被陶淵明給騙了。我們從小就被要求熟讀背誦的《桃花源記》竟然是一篇鬼故事。漁夫無意中進入的一方世界，究竟是人人羨慕的世外桃源，還是那充滿死亡的冥界呢？這可不是莫言在胡言亂語，而是整篇文章都大有疑點。首先第一句就讓不少人覺得有問題。晉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魚為業，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乍一讀還覺得挺正常，但要知道古代底層人民的手藝都是世代傳承的，一個從小以捕魚為生的漁夫卻在水上迷了路，光是這一點就有點奇怪了。現在咱們再看第二句，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。講述的是迷路的漁夫發現了一片桃林，並且裡面沒有任何其他的樹木，以現代人眼光看的話似乎沒什麼問題，但在陶渊明所處的时代就極其的詭異了。晋朝时期的風水学祖師郭璞在《藏經》一書中寫道，門前桃桑為大凶，所以在晋朝桃树被視為不祥之物，甚至一般只出現於墓葬附近。咱們接着往下讀，臨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。漁夫登上島之後沒多久就走到了桃林的盡頭，看到山腳下的山洞便鑽了進去。出極狹，才同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詭異的地方又出現了，為什麼通往桃花源的道路是一個極其狹窄的通道呢？並且前窄後寬，長度在10多米左右。這種詭異奇怪的設計不由得讓人聯想起了墓道。事實上，晉朝古籍中的記載也驗證了這一點。前窄後寬是為了防止盜墓賊，後寬前窄是為了防止詐屍。這一點可不是莫言在胡說八道，而是真實出現在《藏經》一書中。再加上山洞之外那成片的桃樹林，幾乎完全符合了晉朝墓葬的所有設計要求。現在讓我們看下陶淵明對於桃花源的描述：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看到這裡時似乎沒什麼問題，甚至我還腦補出來了那種與世隔絕的田園景色。可如果對於歷史有些研究的觀眾就會發現不太对勁，因為古代的村落從未出現過井然有序的情況，甚至就連小一點的都城之內也是隨意修建房屋。那麼為什麼桃花源會如此的井然有序呢？不由得讓人們聯想到了墓葬群，結合成片的桑竹，那不妥妥的就是一塊墳場嗎？由此可見，漁夫進入的根本不是一個正常的地方。但詭異的疑點還遠不止於此，下文中還有說道，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。漁夫來這裡後發現人們的穿着和外面沒有區別，但下文中的一句話就出現了貓膩。村長說道，自雲先是避秦時亂，率妻子一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。要知道秦朝和晉朝的服裝有着巨大差異，是什么情況導致與世隔絕的這些人依舊和外人無異呢？那麼原因只有2個了，一是有人偷偷跑了出去買回的衣服，二是外面有洋人燒給他們。但問題還遠不止這些，為了躲避戰爭自我隔絕了數百年，他們又是怎麼生存的呢？又是如何繁衍後代的呢？而面對漁夫這個外人，村民們更是拿出了好酒好肉盡情款待了他。要知道在晉朝那個民不聊生的年代，戰火幾乎就從來沒有斷過，絕大部分人過的生活和出家做和尚沒有任何區別，甚至會出現從出生到死亡都沒吃過肉的情況。可桃花源的村民卻個個都能拿出酒落，甚至挨家挨戶都請了一遍漁夫，整個過程更是持續了好幾天。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桃花源是否是真實的世界。難道這些酒菜都是後人燒給他們的祭品嗎？漁夫在這裡停留幾天後選擇了離開。其實這裡也有很多疑點。社會底層的漁夫一輩子以捕魚為生，如果留在桃花源中生活豈不是更好？難道說他也發現了這裡充滿了詭異嗎？在得知漁夫要離開時，村長並沒有阻攔，而是叮囑他這裡的情況請不要告訴外人。最終漁夫答應了村長，走出了桃花林。回去的路上更是沿途做滿了記號，生怕找不到回來的路。可這漁夫卻忘記了村長的話，轉頭找到了太守，將自己這離奇的經歷全盤托出。太守按照他的話派人尋找，卻沒有任何蹤跡。奇怪的是，之前做的標記也全部消失了。此事傳出之後，讓一位隱士高人劉子驥知道了，可他卻在尋找桃花源的過程中病死了。可結合以上的情節，我們大膽聯想一下，後來尋找的太守真的尋找到了桃花源，發現了其中的真相，並對村民們趕盡殺絕。之後的劉子驥其實也找到了桃花源，但是看到的卻是屍橫遍野的恐怖場景。